帅气指数200分呐、自己讲，好像远看是那种皮革的感觉哦，但近看，被骗了。人生第一样 supreme 单品，不是外套，不是背包，不是 T 恤，结果一穿上去，哇干，不得了，超丑。还没看过有人放字帖在短袖上面，好看，穿了之后，更好看了。好久成瓮底，本集最大的主角来了。Yo, what's up？ 时隔1个月，终于可以拍一个我的开箱影片了。我被那个引力炎真的搞得真的是受不了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就晚一点再拍。现在的东西，我跟你讲，炸！收集了我近2个月吗？不管是我去法国买的，然后我在米兰买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别人送的。今天总共开箱6样单品，每一样都是非常的炸裂的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开箱吧。Let's go。第一样呢，帅气的外套，这一件是来自 Diesel 的一件那个 bomber jacket， 它的这个材质啊，远看是不是有点皮革感？殊不知它是偏那种 CP Company 风衣感的外套，超级舒服。现在身上给你们看一下，帅气指数200分呐、哇靠，自己讲。然后这一件你看它的长度其实蛮刚好的，然后你远看真的就是它有那种仿赛车外套那种感觉，但是它穿上去又不会笨重感。然后很轻盈，非常轻，它这个超级适合春天穿。最近米兰变冷的，然后我就慢慢的穿上这件外套，就觉得舒服，怎么那么舒服啊 ？You know， 它这个拉链是可以开的，但其实呢我是不会开。然后这件 size 我记得我是买2号，它这边做一个中式列领，所以你这样拉起来之后呢，跟你讲，哇，有没有赛车感直接喷出来？这件真的很帅。来样子看一下细节吧，整体的衣服它都有做这种弧形的线条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滚边的设计啊，这样子一条下来，然后各两边都有这个滚边做的真的很赞，线条感十足啊，输入感直接就起来了。里面的话呢，它其实是这种网野的布料啦，增加透气性，所以其实穿起来真的不闷。然后防风呢不多，但是有。这个我看名字是什么？这名字就是轻纤微型防撕裂布，所以它这种才真的很像 CP Company 会摸到的材质，真的很像。然后这边做一个刺绣 logo 给你，整体蛮低调的啦。但是其实因为近期的Diesel外套，他们都有做这种滚边的线条设计，所以基本上你远看你就知道这其实就是 Diesel 了。所以我那时候买的时候，我不想要挑那种干有个大 logo 在这边啊什么，对，我觉得那样子没很好看。那时候我看到还有出军绿色、红白嘛，我记得。反正有3个颜色，那时候在挑，然后我觉得黑色最耐看的，所以我后面就是挑这个颜色。它这个材质有个好处就是不会这种光亮的幽密效果，所以你就觉得说，好像远看是那种皮革的感觉哦，但近看，被骗了。这件外套我就是给10 out of 10，超赞，我超级喜欢。下面来这个帽子呢，我买多久了？我从8月中买到现在。这个是 twojeys 的卡车帽。那这个帽子呢，是他们跟 MotoGP 联名的帽子。它的前面呢，就是做这种刺绣贴布的一个 logo， 这边有做个刺绣贴布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OK， 然后后面有做刺绣的字。整体的版型呢，我觉得很棒，是它因为它这个是布，不像是一般卡车帽，他们这边是做海绵的那一种。所以它可以蛮贴合你的头型的，它可以做一个，它就这样子。你知道这边不会丢一个，我很讨厌这边丢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帽子我真的觉得版型真的是不错。然后他们这个联名系列呢，总共有20样单品，有比如说衬衫啊、短袖啊、银饰啊等等之类的，都很帅。然后他们的广告片做的超好看。那 twojeys 呢，我以防一些朋友们不知道，听我娓娓介绍一下。twojeys 创立于2019年，它是有2个西班牙的朋友 Brigitte 跟 Joan Bargulet 2个 J， 所以叫 twojeys 嘛。他们最有名的话就是饰品跟配件。他们的银饰，我跟你讲，很多百货都有他们的选品。那时候去法国也有很多店面都有进他们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通销店其实蛮多的，但是基本上都是通银饰的，因为他们银饰最有名嘛。那种手工粗犷感，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像carhartt， 我自己是蛮喜欢。然后这个牌子我也是关注了一阵子，2年前嘛，2-3年前开始看的。然后他们的短袖做的还不错，是他们的短袖简单，它那个随机感很重，我很喜欢。因为它是西班牙品牌嘛，所以那时候我去巴塞罗那跟马德里都有去他们店。
哇，其实他们的风格就真的是独树一帜，你一看到就知道这是 twojeys， 很像 Nude Project 的感觉。他们两个品牌，他们都把他们的风格塑造的很强烈。然后这有个小故事跟你们分享。我去那个法国的时候啊，然后那个店员就说，哎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 然后我就说，哦，I'm from Taiwan。他说，那你知道 namesake 吗？我说，哦，我知道啊，怎么？然后那天我刚好穿 namesake 的裤子，然后他说，刚在那边的我朋友啊，他就是 namesake 设计师，这样说。真的假的？我没有看到他干。因为 namesake 很常去法国走秀嘛，所以自然而然认识那边的人其实也不意外。但是就觉得说哇，又有一个外国人认识 namesake， 我觉得哦，真的是很厉害。这个帽子我给200分。下面人生第一样 supreme 单品，不是外套，不是背包，不是 T 恤，是什么呢？来扣啦，是来扣啦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会买他们内裤？是因为我内裤被我朋友嫌太丑，然后我说好啊，那来买嘛，干来买啊，也没多少钱嘛。为什么拆过？是因为它总共是4件，然后我有2天拿出来洗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，有一个纸板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内裤呢，它就是走一个那种弹性材质的内裤啦，然后上面就是老样子，就是上面什么 supreme 嘛。穿了2次，我个人觉得也没有特别舒服，但就是牛逼。然后现在不是很流行女生穿那个低腰裤吗？你就可以露出那个 supreme 的标志嘛，让大家知道你穿 supreme。干嘛呢？但是这是人生第一件 supreme 单品啦。那为什么我不买他们的衣服呢？他妈的那个短袖材质真的跟狗一样，我真的是买不下去。然后印的那个什么，因为那种衣服真的太多盗版的东西，所以我就不想要买那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鸡鸡嗨边那边啊，它是这样做，我不知道是买东西都会送这个吗？这个袋子我觉得还蛮实用的，因为它的这种材质也是那种不会坏的材质，跟那种 IKEA 那很像，你知道？然后大小也不大，我去装个东西就可以出门了。这个袋子我本来觉得比那个内裤还好用，看一下能用多久，还不错。这个没有特别的啦，但是就稍微介绍一下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第一个人生的 Supreme 单品，给你们分享一下。下面来了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样在 stussy 店面里面买的一个 stussy 单品。这个也说来也是莫名其妙。我也不是买 T 恤，也不是买帽子，我是买他们的背心啊。它就是做一个 3 pack 的一个 tank top， 它就叫什么 3 tanks 这样。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这个 stussy 的这个盒子还蛮有质感的感觉。在这个一件也不贵啦，我记得我买35欧元吧，就一件大概是300多块台币这样子，就是背心啊。因为我洗过了，不好意思，上面有点棉屑哈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刺绣，结果它是网版印刷，靠腰，网版印刷就容易掉，所以。便宜嘛，这是什么办法？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做这种规班的这种尺寸标，然后还有起标等之类的。Made in China， 产地中国货。我那时候吓到，它穿起来的衣长超级长，它的衣长到我鸡这里，所以这样子应该有75、76了吧？为什么我买这个？是因为我去罗马跟佛罗伦斯嘛，然后我想说，好了，买个背心，因为我没有背心，然后那边会很热。结果一穿上去，哇，干不得了，超丑，超级丑。那我也没有在 work out 嘛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在练，也没有在健身呐，所以我现在觉得说，这个的话就是我就可以当内搭了，内搭也穿这样子，露个小小的 stussy logo 这样子，我是有一点后悔买这个。它的就是不好看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它这个袋子也做的还不错，没有那种购物的奢华感。做品牌我都会去看这些东西呀，就看一下说它给我们消费者体验到底是怎么样。我拿这一袋，我就说长秋，我拿 stussy， 我拿个袋子这样子走来走去，这也没什么好介绍的啦。下面一位，我来这个不得了了。Steed 短袖，这个牌子是什么？你没听过，没有关系，我先让你们认识一下。那时候我不是有 Reels 有贴吗？有4个男生来找我嘛，然后一个是有在看我 YT 的一个朋友这样，他就说，我们要去米兰了，然后要不要去跟面聊个天这样子？这个缘分就这样子促成起来咯。然后他就说好做个品牌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在旁边他的 IG 的东西做的都还不错，然后画面都蛮有质感的。然后近期有出领带啊，然后还有帽子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们的帽子，那时候我们去 N 逛街，那店员说，你那帽子很帅，因为他帽子这一条，它是做皮革，它有放一个银扣，就还没有那个味道的。特色是话，它领做高了一点，然后后面就刺绣嘛。它的刺绣，小贴心点是，它里面有再撑一块布上去，让你不会这种不舒服。一般都是放一张衬纸在后面去车嘛。
那它这个是改成布，比较不会薄松快。这个很酷的是哦，他们这边有做这个磁铁，这个磁铁是干嘛的嘞？来，我穿给你们看。来，上身效果如下。这一件的短袖衣长我是拿 M， 这个尺寸65公分。这一件衣长真的很短，就是现在流行的 boxy 的一个 fit 嘛。它原本是这样子嘛 ，OK， 原本是这样，正常穿是这样，你就可以把它吸起来。然后这边就多了一个小折线在这边，就是增加一点立体感嘛，小巧思啦。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酷的，还没看过有人放磁铁在短袖上面。然后他做的这个高领的话，包脖子的效果还不错，因为我真的很讨厌低领的短袖，这件我是蛮喜欢的。麻烦 IG 在这边去追踪一下吧，台南市的年轻世代必须支持一下的。下面一位，重哦，这件长裤呢是来自 carhartt， 这一件是古着的水洗双膝牛仔裤，然后这边做一个 double knee 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有做上那个铆钉这样子，我觉得个人觉得还蛮粗犷感的。还有做一些破坏啊虚边，破坏虚边舒服。然后裤管这边也有做虚边。不怕踩裤子啦，这件裤子不怕踩啦。我真的不买古着人，但是这件裤子我真的觉得很赞，因为你远看哦，远看你会觉得，好像有那么一点 capital 的味道，然后跟这个颜色，因为这个颜色的裤子我没有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买一件。然后这一件裤子的来由呢，是我那时候我们班同学，还有办快闪嘛，然后他是做古着的，然后我就看到这件，我就好看，穿了之后，更好看了，我就买了。它做这种偏帆布的布料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后面就是有一个carhartt的标，版型是偏直筒啊，因为你知道我真的很喜欢水洗的东西，所以做这种做旧的效果，我觉得它腰这边，哇，这个渐层颜色，你看多好看啊，非常的漂亮啊。版型穿给你们看一下，版型长这样子，就很帅啊，后面这样子超帅的，然后宽度刚刚好，超级帅，因为它这边叠2层布料嘛，双膝的嘛，所以它在这一块特别硬一点，就比较直挺一点。这件真的很帅。下面一位，怎么样？好久成瓮底，本集最大的主角来了！stussy 跟patta联名的刺绣工装的外套，帅到靠北，超帅！它的面料有经过水洗嘛，然后整体的布料也是呈现那种偏硬挺的那种感觉。这边做一个毛呢的贴标 ，patta 跟 stussy 的 logo 刺绣，然后呢标志性的 logo icon。你们有发现说为什么这么多音符？然后后面还有给他吹喇叭，不是吹萨克斯风。他们这个系列是2024年推出的，有出全息短裤啊，然后针织衫啊，还有 T 恤。stussy 大家都知道是来自冲浪文化的嘛，patta呢它是一个荷兰的品牌，它早期是以音乐跟滑板还有球鞋起家的，所以他们就以音乐这个元素来当灵感去做这一次的 collaboration。前面有3个大口袋，后面就有做一个很大的刺绣的 patta 的 logo。穿这一件帅到靠背，走在路上妹子都多看我2眼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这件真的超帅。这件呢是哪里买的？这件是2024年的嘛，我们都会办一个 East Market， 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古着市集。因为我都不买古着，然后好，那看一下好了。有一家是卖这种潮牌东西的，像还有卖 Avisu 啊、Supreme 啊、stussy 啊这种东西，它连那个游戏王新出那个 Air Max 95它也有卖。然后我就说，我看一下。然后这一件我还跟他杀价，金额的话我们就先不要讲，但是可以跟你们讲一下，我目前在 StockX 看到的话，好像落在500到700欧元嘛，这样子穿一下给你们看一下。有没有帅？真的帅！整体的版型很赞，然后衣长刚刚好，袖长刚刚好，你可以把拉链拉起来跟关起来，我觉得都很赞。然后因为为什么会买这个外套，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超级喜欢丹宁的东西，我有4件丹宁外套在这边。这个颜色的外套我没有黑色的外套。然后我想说patta 我也没有，stussy 我也没有，2个愿望一次满足，那就勉为其难的买一下。我还跟老板杀价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他要跟我说什么？他就跟我说多少钱，然后我就说，好吧，我先走好了。然后我再走，然后再回来一次之后，我就说，我再试穿一次那个。我就跟他说，这个价钱你要不 OK？ 他说，好了 ，OK。我跟你讲，杀价就是要这样杀，你知道吗？去古着市集你就是要一件杀价，脸皮一定要够厚，你知道。然后米兰是有一家那个patta的店，但是我逛过几次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patta的东西，我个人觉得没有很大有感嘛，然后又卖这么贵，又卖神经病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先到这边啦。记不记得我那时候有做一个抽奖活动？我的 IG 快5000了，但我的 YouTube 还没到5000，记得只要2个满5000就怎么样，抽一波啊，老铁们 ，OK。所以麻烦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；不喜欢的话，就还是不要好了。
没有错。然后你们喜欢哪一样单品？麻烦留言处告诉我 ，OK 吗？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这件外套，帅气。然后还有，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品牌的话，也可以告诉我哦。OK， 这边就这样，拜拜。